男嘉宾小亮，24岁，来自福建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韩，23岁，来自福建，是一名助教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两个人一脸愁云惨雾啊，为什么来这节目？是这样的，因为现在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总是感觉他疑神疑鬼的，他会怀疑我这，怀疑我那，就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，我就觉得现在这样在一起很累。主持人，我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他的事情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。我们出来工作了之后，虽然说两个人一起在广州，然后我却觉得感觉比异国恋还痛苦。比异国恋还痛苦？没错。你们俩这个什么样的距离有这么大呀？也没有，就是因为工作的地方不在一个地方，就没有住在一起。他觉得我工作比较忙，有时候没有时间去陪他。你一周陪他几回啊？刚开始之后还陪的多一点吧，现在这段时间可能有1个月就陪了2、3次吧。有时候还没那么多呢。女生已经受不了了是吗？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好多女的跟他明里暗里的跟他表示好意，然后他没有拒绝人家，他还跟人家各种微信互动、朋友圈点赞什么的。当时我就想，毕竟他也对我挺好的嘛，我也每天都能看着他，他也不会做什么明目张胆的事。但现在两个人根本没办法每天都见面，我主动给他打电话，我问他在哪，在干什么，他都告诉我他在忙。他究竟在忙什么呢？我觉得他是在忙着跟女生约会散步吧。他说的这个是那天是下很大雨，我那天加班，然后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伞，刚好我同事然后看到我就说那要不要一块去就是回去，那我就说好啊，然后我就拍了个自拍，我发个朋友圈，我说感谢美女相送，我觉得这也并没有什么啊。你是有女朋友的人，你下大雨你不会叫我给你送伞，你跟一个女的半夜你走在路上，两个人并肩行走，别人看到了怎么想呀？可是你家那么远，我本身是打算走回去的，然后刚好是碰到同事遇到了，我就觉得还蛮巧，这事我就发个朋友圈。你平时你朋友圈里面我的照片就没有几张，有的还是跟别人一起的合照，你现在说都没说你就把别的女生的照片也发上去了，陌生人看到谁知道哪个才是你女朋友呀？就这样，然后晚上他就一直跟我闹，我就把朋友圈删掉了，然后他第2天就跑到公司，然后去找我的那个同事，搞得单位里面就后面一直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就是这个事真的搞得我觉得真的很难看的。谁知道那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啊？你真的去他们单位闹了？我就去问他跟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。你是问他还是问那个女生？我都问了。那个女生还回答你了？没有，那个女生就觉得特别委屈，就觉得本身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之前也没有怎么讲过话，就那天她看到就说要不要一块回家，就这么回家，谁知道她就这么一闹，然后现在真的就是搞得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很尴尬的。好吧，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是吧？对，有一次就是我们单位第2天要有一个活动，因为地方比较远，就说要前一天晚上就要住在旁边的酒店，他就说那你和谁在一起？我说和同事，然后他说那你和男同事还是女同事？我说那当然是男同事，然后他就让我拍小视频给他，然后我说这样拍也不太好吧，然后也有点侵犯别人隐私。他说那你打个电话，然后让他那个男的接一下电话，然后我说那个男生也没必要去接这个电话吧，他就一直不依不挠的，然后我就说那我把我房间号还有酒店地址给你，明天中午我下了班，然后你来酒店我们一块去吃个饭。这招告诉他这个地址之后，晚上他就找上门来了。他走之后，同事就说哎。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女朋友的事情？然后就是反正我去哪他都要查岗。主持人，我如果没有主动打电话问他在哪，他根本不会告诉我他不在家。而且我那天我去了之后，我也没有闹，我没有干嘛，我就进去看到他是个男的在一起，我也就走了呀。那还不是因为他之前老骗我啊？他骗过你什么呀？有一次我就想了，两个人挺久没见面了嘛，然后我就想着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就问他说你在哪？他说他在单位里。然后我就想着给他一个惊喜吧，我就打车到他单位里面去找他。结果我一到单位的时候，发现他人根本就不在单位，他同事也说不知道他去哪了。然后我一下子我火气就大了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没有骗他，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在单位。然后因为我们工作性质就是有客户来看房，我们就要陪出去看房。哦，你是做那个房地产中介是吧？对啊，这让他工作时间他就过来，他也没有跟我说他要过来。然后有人过来看房，那我就陪出去看房。然后他过来，他看我不在，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又怎么回事，然后就打电话过来一直骂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我就把他电话就挂了。他是
直接把我拉黑了。因为当时我也不能关机，因为我害怕领导或者其他别人打电话过来。我说先拉黑，回去我再跟他讲，好好讲一下这个事情。拉黑之后，他就给我的朋友、我的同事打电话，让他们挨个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到底是在哪。不是姑娘，你累不累啊？累。那你图什么呢？我就觉得女朋友做的挺卑微的，自己男朋友每天在哪我都不知道。那你就算了呗，就这种男人你就放他了呗。毕竟也在一起那么久了。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干嘛呀？没有，就是你是来说要澄清，说我不是那样的人，请你相信我，还是其实今天你是来分手的？也不是，就是主要是说，以前的时候就是他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感情不好了，那我们就也上一下爱情保卫战吧。哦。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这是个约定是吧？对，我就感觉现在可能感情确实是遇到了一点问题啊。然后前一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有一天晚上吧，过了12点了，我就看他微信运动上面的步数已经有2000多步，我就想大半夜的他去干嘛？这姑娘不怕累啊。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就说你在哪？他说他在家。我说你在家，你怎么微信步数上面有2000多步？你是绑在狗上面了是吗？啊，其实确实是我没有跟他讲实话。那天是就是和朋友他们去 KTV 唱歌。然后因为喝了酒就不能开车嘛，然后想家不远就走回去，但是也没有跟他讲。为什么没有跟他讲？因为以他平时的个性，就是如果你跟他说了，他会就是给我的朋友挨个打电话问是不是跟我在一起。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玩也玩不好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如不告诉他，反正我也不会就是说要做什么，然后这样大家都会开心一点嘛。反正就觉得挺难过的，自己每天不知道自己男朋友在哪，他还不告诉我实话，然后他每次都告诉我他在外面忙。你每天都在忙什么呀？你忙了有时间跟别人去看电影，你就没有时间约我了是吧？什么意思？有一次我就想着他这样每天加班加点的，上班也挺累的嘛，我就想着他有一天下班的比较早，我就约他说那我们要不来去看个电影吧。然后我们就到电影院，我知道他挺喜欢那个演员宋佳。然后我就顺着他，我说要不我们看那个路遥知马力吧。当时，他想也没想就跟我说他看过了，换一个。我当时就想，那部电影明明刚上映没2天，他跟谁一起看过了呀？然后他跟我说他跟同事看过了。啊，他有时间跟同事看电影，为什么没有时间跟我一起看电影啊？给个解释呗。没有，那天下班之后，就是突然有一个同事提议说今天就是无聊，然后刚好有部那个电影首映嘛，他说一块去看一下吧，大家都说好，那我当然也就是说就一块去看嘛。看完之后那天我也没有说不陪他再看一遍，他就不愿意看了，当时就自己跑回家了。跑回家之后就发朋友圈发微博，然后就含沙射影的讲一些就是很不好听的话的。说什么呀？大概就是说就是我怎么就对不起啊，当时朋友就问我到底你怎么了，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情侣之间吵架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不要每一次我们吵架你都要去公布出去，然后让外人来评判或者外人去怎么样。我每天自己这样子神经兮兮的，我自己挺难过的，我还不能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是吧？姑娘，你需要上班吗？我需要。你有朋友吗？有。你有自己的生活吗？有，但我觉得我生活中大部分时间，包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就基本上都是。你给这个男人一个基本评价好不好？我觉得他还是对人挺好的。对人挺好的，是对所有人挺好的，还是对他爱的人好？但至少他对我挺好的。他对你挺好的。以前上大学的时候。不，是毕业之后，说现在，不说以前。毕业之后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还是一样会每天就是至少会给我打一通电话，会跟我通一下视频，会让我放心。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知不觉的就疏远我了。我只是假设，我还没问他。如果我说是他不爱你了，你能接受吗？如果我说他不爱你了，如果我说他要离开你，如果我说嗨，他就是这样了，人家只是不好意思说，让你自己去悟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说实话吧，还爱不爱人家呀？实话是还爱的，要不然也不会说来上这个节目吧。我就是想说，就是大家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，因为平时有的时候对呀，他那么敏感，你就告诉他你去哪儿不就完了，实话实说不就完了吗？我实话实说告诉他去哪，他就选择的不是相信和信任，
他选择的是他为什么不信任你呢？其实他以前虽然大学的时候还倒没有这些问题出现，但是他就已经有一些这种问题出现了。因为我们都在一起，但是经常他就会翻手机，哎，你是不是跟谁又聊天？就是有时候我和我朋友，好吧，上课那就是这么一个对你都不相信的女人，你还爱她什么呢？我也特奇怪哈。因为其实除了这个，他其他都还是蛮不错的，然后有的时候也还是蛮可爱的。行，你们俩这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他除了不告诉你他去哪儿，他其他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他除了翻我手机和查我的岗之外，他其他的都是不错的。你是不想分手哈？我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发生一件事，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，然后我之前有跟他说分手。啊，你说过分手哈？当时是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关系就搞得特别僵，我就想着要不就想着要缓解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嘛，我就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说我想去深圳看那个世界之窗，然后他也答应我了。我当时我真的是特别开心，我觉得说可以跟他一起就是待一个2到3天这样子，很久没有这样待在一起过了。然后我就提前加班加点的，我就为了攒了3天的假期跟他一起去旅游，我还提前找攻略啊，我就订酒店啊，干嘛的，我就准备的特别好。那天早上一大早的，我天都还没亮我就起来了，我就到他楼下我就去等他，结果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下来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居然还没起床。我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眼里，那他当初为什么要答应我？答应我就不要放我鸽子。其实我答应他，我的假其实要比他的假还难请。当时就是加了几个星期班，就是攒了这几天假期。前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整理客户资料，还有做表格那些，一直做到4点多。然后我当时想说上个表铃，然后躺上一会儿，然后就收下行李，然后就是到车上再睡一会儿。然后结果当时好像就是忘上表铃了。后来他打电话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就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就说要不然明天再去吧。他就死活不愿意，他就说我是昨天一定晚上是跟哪个女生在一起，他就跑到我房间来，因为我房子是跟别人合租的，是男生，那个人还在睡觉，他就上来就在房间里面大吵大闹的。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样做真的有点不太得体，然后我就说那你先出去，然后我们冷静几天吧。你那哪是让我出去啊，你是让我滚出去好吗？当时不是也是说的气话吗？你明明这件事情就是你的错，你不但没跟我道歉，你还让我滚出去，让我以后都不要再来了。可是你到房间那样闹，你3番5次的去闹。因为当时我被你放鸽子，我自己火气也上来了，然后我心情也不好。你跟他谈恋爱谈得累吗？累。你谈得累吗？累。看来你们俩还不够累。你们俩真累的话，干嘛还要绑在一起？听听老师怎么说吧。已经有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我整场听你讲述啊，我都替你焦虑了。再这样继续下去，固然他知道你是因为在乎他而产生这种状态，他也会受不了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他向你汇报他在干什么，一定不能解决你们之间的信任问题。成熟的感情是无论他的伴侣在干什么，他都是放心的。而你们的感情，你严重的不信任他，而他也有点破罐子破摔了，所以你的这段感情已经很危险了。姑娘，去试着换一种方式，舒服的爱，那才叫爱。天天痛苦成这样，那叫折磨自己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徐总，我问你个事儿哈，你这么看着他，抓住我现行吗？没有。我从来就没有。没有。
反正今天都要分手了，索性给对方一个明明白白，也让对方死了心。因为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你们两人明明知道你们已经没有爱了，如果有也是从前，现在已经没有爱了。我不相信两个人之间缺乏最后的一点信任的情况下，还会有爱情的存在。现在能够足以支撑到你们在一起，都是留恋过去的那一点爱罢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今天你们是注定要分手的，所以从实招来吧。还有什么谎言？大的说出来好让他死心，你也不必再躲躲藏藏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说吧，还有什么谎言？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特别不好过？因为被别人不信任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受，对吗？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，好吧？我想跟女生说的是什么呢？你既没有眼里不揉沙子的洒脱，也没有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的勇气，你就任由着那个沙子留在眼睛里。所以你只要看人都是不干净的，不干净不是因为别人不干净，是因为你眼里有沙子，所以你看什么东西都是不干净的。而你又何苦来呢？你说你所有做的行为都是在证明他是个不干净的人，他是个有道德污点的人。你每天所做的一个问题都是证明他有错，他有罪，但证明了之后你又不开心，但你偏偏又不信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，时时刻刻诚恳的人，所以你一直在虐自己。那沙子如果不取出来，就一直放在里边，最后你会瞎掉的。其实你也知道你自己活得很累，你也无法改变现状，但你为什么还要纠缠在一起？无非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曾经你们之间有爱；第二，我就不信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把一个浪子回头吗？你还真没这个本事。我几乎可以断定，你不是那样的女人。那么如果既然你不是那种睿智的女人，又做不到眼里不揉沙子的洒脱，那你就记住，长痛不如短痛吧，别说了，就这。我愿意相信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错误，但是我觉得你大概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，不爱了，讨厌了，厌倦了，还将就。这个欺骗其实挺伤人的。有时候欺骗不是说你有了谁，最伤人的欺骗是明明不爱，甚至是讨厌，我还要说我爱你，那你图什么呢？女生其实生活还得继续，干嘛就为这么一段爱情把生活都毁了呢？你讨厌自己这样吗？其实你也不愿意这样，对吧？你看到这样你都烦死了，何必呢？我没有替他说话的意思。其实从你第一天跟他谈恋爱开始，你打内心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，但是我又想抓住他，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何必闹成这样呢？好看吗？你觉得好看吗？然后就要分手了，最后来我得说你是个花花公子。你是花花公子吗？你自己说。可能外在看起来是这样吧，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心理上真的是只有他。包括他说追我的那些女生，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会给他们朋友圈也会点一下赞，有时候他们问我什么也问什么，但是涉及到就是稍微暧昧一点的话，我都会不会去回应这些话题的。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？你们俩不爱了就别再欺骗了，其实你已经不爱他了。女生，你真爱过他吗？别骗自己了。两个人啊，就算爱过吧，好好分手，不要再给彼此留更多的伤害了。我们一起进入到港蓉蒸蛋糕，好吃不上火，黄金60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就要去骗你，我只是想说你跟我可以安安心心在一起。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有让你安心，是我的不好，但是你总是自己去臆想一些没有的事情，我觉得
这些事情本身就不存在，你为什么脑子里面老要想这样的事情？我也希望能跟你好好在一起啊，但我觉得你让我捉摸不透，所以我就越想去捉，然后发现后来就越来越糟。唉，请亮灯吧。还是提醒你们最后一句话，请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心理感受啊。来，两位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谁还记